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全新火系怜惜忍者营的测试影片。那这部影片将会为各位完整带来营的养成、主战能力，还有更重要辅助忍者作战的怜惜能力，以及宝物跟造型介绍，最后还有跟其他忍者的比较与抽血建议。那就让我们一起来看吧。首先，我们来到营的养成成本。那因为营主打的是怜惜能力，在养成上的资源花费是略有降低的。要全部练满的话，一共需要火纹石980颗，觉醒石35颗，忍币565万，甚至6命需要命格碎片550片。不过因为怜惜技能伤害是吃主战忍者的火系总攻击力，因此在养成上只需要点够天赋，开满援护技，搭配抽取命格或修炼，就能够获得营的完全体怜惜能力。那再来第二个问题，主播建议拿银出来当主战忍者吗？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银的大招炙焰明花，系数3的清屏后，6波大火球带着24688的小火球，接着一发系数4的流焰与30发小烟火，最后再一发系数6的大烟火。前段火球带有跟西兰同款的缓速，而后段流焰到烟火则具有晕眩效果。那总体系数分布如图，总结就是银的大招系数只有约 38.1， 以目前的版本进展来说，作为主战忍者强度是远远不够啦，所以我们还是看看他的怜惜能力就好。再来，我们看到银的怜惜忍者能力，当银被放在忍者小队中时，我们就能在小队技能中看到银的怜惜能力花焰灼销，而他的怜惜技能能力会在援护技点到最高阶段时获得最大加成，也就是攻击力加120，CD 缩减到32秒，火系忍者出战时花火数量加4，且当血量高于50%时，每5秒缩减 0.5 秒 CD， 最多减 2.5 秒，因此满等第一发基础冷却基本是 29.5 秒。不过要点满会需要满天赋的同时，至少要点开2命格才够升级。那实战中怜惜能力就是大招的删减版，3组大火球与16发小火球后，强力的流焰晕眩加上9发小烟火与最后的大烟火，那这是0命的基础效果。说到命格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位怜惜忍者的命格啊。那1命2命还是老样子，提升的是主战能力，最大功能就是前面说的开满援护技。那再来3命提升的是银的怜惜伤害，变成原先的 1.1 倍。那另外提升了前段怜惜的缓速能力。4命格简单粗暴，可以多使用一次，不过伤害只有原先的一半。5命则是银的提升重点之一，当第一次使用怜惜能力时，可以替后面的10发飞镖球附加花火效果，捡到后可以额外发射3发小烟火，而当火属性忍者使用时，还能额外再多附加5枚。我们来看一下实战效果啊。当开启怜惜技能后，除了银会陪跑外，后续出现了15颗飞镖球，无论有没有捡到，都会算入飞镖球的数量。而拾取后会由 BOSS 的下方朝 BOSS 最终发射3颗小烟火，附带小范围的清屏，有点类似虚实的剑标，不过改成由下方朝 BOSS 射出。而6命则是释放后提升自己与4名队友300点攻击力和个人300点的火系攻击力，持续时间15秒，继滴水、滴风、滴雷后，滴火是总算登场了。那效果与时长想必各位都很熟悉啦。总之有一支6命的怜惜角色对于整体的战力提升很大，至于哪个好就看我们后面的分析。我们现在看到银的怜惜系数，如果主战忍者不是火系的话，0命起始系数为 9.43， 3命提升后来到了 10.37， 而5命的花火每标提升系数 0.5， 非火系系数为5。那6命格的第二发系数提升到 10.37， 另外获得了攻击力的提升。那如果辅助火系忍者像是卫里，起始系数就提升了1，来到了 10.43， 3命 11.47， 而5命则有15发剑标，一共提升了 7.5。 更重要的是银的陪跑时间会更久，不至于很快就离开了我们的身边啊。再来，主播也做了银与其他怜惜忍者的比较。以控制能力来说，银的总体控制时长跟虚实相近，附加花火的机制也跟虚实的技能相似。两者对比的话，银的总系数高了约 1.1， 算是不相上下。而与营销跟西兰对比，如果在短线打完怜惜就要一套献祭时，爆发系数是略低于两者。但是如果要刷能量2大的话，总体系数反而是高了不少。凭借花火的优势，在能量获取方面也比营销跟西兰有更大的优势。再来，主播这边补上了对银的总体评价。怜惜技能命中的难度是比虚实低的，缓速与晕眩的整体机制跟西兰差不多，也就是 BOSS 会暂停攻击动作，有时候可以加强保命的能力，但也可能会影响到能量的获取。不过银的技能范围较大，保命的能力会比西兰再好一点。那整体在释放时的手感有点类似伊贺的大招，个人觉得会需要去熟悉一下。
另外，无命格的花火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补足能量需求，但是因为不是由忍者身上发出，不像是剑标能够消除到一些朝忍者直接射过来的弹幕。再来，我们一起看一下银的连吸技能在实战中的具体表现。首先是技能的优先程度，银的连吸前半段会被沙克的水墙打掉，后半段的烟火与晕眩则能够正常触发。而复数 BOSS 的情况下，银的缓速对于有命中到的 BOSS 都能够触发，但是后续的晕眩只能针对其中一只 BOSS。而无命格的花火拾取后的3发小烟火是依序命中 BOSS， 爆炸后会有一定时间的清屏残留，控制的好，能量刷起来会非常舒服。对于一些神上的 BOSS 时，因为前半段的小火球范围偏大，下翻时只能命中一部分的小火球，要特别注意释放时忍者的位置，以免伤害打不满。贴背的情况下，前半段连线伤害可以部分命中，不过如果 BOSS 刚好又在移动，后半的烟火需要先打中1发才能够带来晕眩。面对赤血虫洞时，连吸技能扫过去能够关闭一些虫洞，跟吸蓝的效果差不多。另外，花火的锁敌范围蛮广的，拾取飞镖后，就算退到荧幕外也能够附加伤害。不过，因为技能组具有缓速与晕眩的效果，如果预期 BOSS 会有接续的攻击动作，在大烟花爆开后要马上进行躲避，不然容易被突然动起来的 BOSS 直接带走。然后是打上天的部分，银的连吸范围很大，对于低位上天的 BOSS， 连吸技能大概能够命中7到8成的伤害，晕眩烟火能够追到天上去打龙。那再来是关于花火的附加技能特性，虽然无命的花火能够附加后续飞镖的伤害，但如果技术不够，在捡完飞镖前死掉，这个花火的状态会马上结束，不会持续到接力角色上。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一次推出的造型啊，也就是心动怪谈银，主打的是一个万圣节的氛围，整体看起来也是十分的可爱。而这套造型在银本身开大时也特别的有趣，在银开大时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背景会出现明显的特效，有点类似在看银的节目表演。火球跟烟火也都会转变成南瓜的特效，不过因为银是连吸忍者，所以是蛮可惜的。而在连吸状态下的银使用时就没有像刚刚一样的大画面特效，保留南瓜火球跟烟火而已。另外，无命的银因为可以陪跑，买造型的效益会更高一些。至少有造型的话，银在陪跑期间还会有额外的对话音效，我们可以听一下。これがときめきのリズムだよ。見て、花火だよ。このときめき感じてくれた？总之，无命以上买造型感觉就比较超值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银的保护效果。银的2个宝物分别是花音珠跟原不解结，主要效果是加成银的一些作战能力。不过因为银本身系数不高，加成重点主要还是在于套装的效果。SS 套装下可以减少1秒冷却与延长0.4秒晕眩，那3勾的情况下可以减少3秒的冷却时间，晕眩也增加1秒。以3勾套再加上冷却减免后，第一发连吸技能只需要26.5秒就能够开启。那对于顶配速通会是一个不小的帮助，但是对于正常玩家来说，主播不建议将有限资源拿去制作连线套装啦，做2个 S 的意思一下就行。那最后来到抽取建议的部分，银作为火系的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连吸忍者，整体的手感与机制，简单来说就是虚实加西兰的综合体，系数上在当前版本也是足够实用的。那这边是推荐没有连吸忍的玩家可以抽一支，在游戏上的体验会更加不错。至于主链是卫理的玩家，银可以提供最大程度的辅助能力。以6命银来说，除了可以提升整个大招600点的加成以外，缓速效果也让原本容易空招的前段大招更容易打满，加成时间也能覆盖完整的卫理大招。因此，如果是卫理厨，想让卫理获得更强的输出上限，又不惜砸重本，是可以抽一支6命银的。而如果资源有限的话，0命抽出来辅助也算是够用。不过，如果已经有其他连吸忍者，比如虚实或西兰，主播是觉得抽取高命格银的 CP 值不算太高。像是主播有6命西兰，而且主力是紫源跟准白，以主播一个版本氪金约1-2万的程度，我个人是会选择抽一支收集就好。那课长可能才会想抽6命出来拼榜。总之就看个人取舍了。以上就是这一次关于银的9个大哉问，不知道各位会不会想抽银呢？可以在下面留言讨论，让主播知道。那就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我们下部影片再见，拜拜。